前段时间，央视新闻发布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出现众多湖泊的新闻。视频中，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与碧水交相辉映，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场面尤为壮观。视频发出后，有关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出现众多湖泊的话题讨论冲上了热搜，甚至有人提出了汉唐气候甚至楼兰绿洲要重现的论调。作为常年干旱的沙漠，这些湖水从何而来？是否正如舆论所猜测的那样，楼兰绿洲将重现？为此，小编特意找来了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相关专家对该现象的看法和解析。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地处新疆南疆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10大沙漠。公开数据显示，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干旱是沙漠的代名词。据悉，塔克拉玛干沙漠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最低只有4-5毫米。而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500至3400毫米。如此干旱的环境中，为何会出现湖泊？这些湖泊又都分散在哪里呢？经乌鲁木齐气象卫星地面站监测资料分析和巴州气象局实地调研得知，网传沙漠湖泊的美景照片大概位置在尉犁县罗布人村寨景区一带，而该景区一直因水沙交融闻名。沿途有部分湖泊是塔里木河流域向原始胡杨林下放生态水形成，另有部分则是去年9月以来塔里木河流域出现警戒洪水后河道溢出来的漫滩水形成的多个小型积水库。新疆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颖表示，2022年我们度过了1961年以来史上最热天气，其中塔里木河流域极端高温事件多发，从入汛以来南疆气候就持续走高，夏季南疆平均高温日数为29.7天，较常年偏多7.6天，居历史同期第1位。受高温影响，根据乌鲁木齐气象卫星地面站监测，22年5月上旬，南疆大部分山区积雪较历年同期偏多，而9月中旬相对偏少4至8成。8月，南疆区域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05%，特别是喀什地区10个县市季降水量较常年偏多49%至216%。陈颖也解释称，塔里木河北边支流多来自天山山脉，南边支流则多来自昆仑山脉。高温融雪叠加频繁降雨，使塔里木河各支流陆续出现超警戒洪水。根据水利部网站消息，经5月下旬至9月下旬，塔里木河干流出现历时80天的洪水过程，其中塔里木河上游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50%，列1957年有实测资料以来同期第1位。塔里木河干支流25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其中8月19日，塔里木河干流流量全线超警戒位。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高级工程师谭晶也指出，8月中下旬，塔里木河流域出现增量洪水11.96亿立方米，除农业灌溉和流入水库外，生态补水或自然渗漏占45%。综合上述原因，塔里木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漫溢，形成了众多湖泊，因此大片的沙漠被洪水覆盖，看上去像是沙漠中出现了湖泊。而且这是突发和偶发现象，属于极端气候水文事件。随着温度升高，暴雨强度还会增加，未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现象。也有专家表示，这些沙漠湖泊实际上是当地暴雨、自然渗漏和下放的生态水形成的积水，积水还未渗透进沙漠，所以在低洼处形成了看上去像是湖泊的景象，但其马上就会消失，实际上不能算是湖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出现众多湖泊的话题下方，有许多网友都在呼吁机会难得，赶快种树。但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
据沙漠治理专家解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树，不但不会改善它的生态环境，反而会加剧沙漠的生态危机。在这里种树，会让树木将原本土壤当中本就不多的水分吸收到树干当中，再经过树叶的蒸腾作用散失到大气中，最终导致树木死亡，沙漠的含水量更低，形成沙漠化更为严重的恶性循环。所以说，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种自然原因形成的沙漠，不能单纯的采用植树造林的方式进行治理。如果一旦使用错误的治理方式，反而会加剧当地的沙漠化程度。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阻挡沙丘的前进，守住原本的好土地。通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建造防护林和防风林，减少沙丘的移动速度，尽可能降低沙漠化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同时，通过防风林的防护，降低风沙对于城市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南疆西北暖湿化愈发明显，部分网友关心楼兰绿洲是否能够重现。就此，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副所长姚俊强表示，气候加剧变暖的趋势确定无疑，但南疆区域降水量的增加趋势却并不显著，加上降水量本身很少，增幅有限，无法满足增温引起的巨大蒸发需求，因此气象干旱仍将是变干的态势。姚俊强指出，沙漠湖泊在世界上很多沙漠中客观存在，包括巴丹吉林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等，一般是在较长时间下沙漠表面洼地积水形成的比较宽广的水域。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湖泊主要受塔里木河上游来水的影响，上游来水多，就会在河道两岸漫溢形成短暂性水域。受夏季塔河大洪水影响形成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湖泊即为这类短暂性水域。虽然洪水过程对河流两岸荒漠化岸林的生态水文意义很大，但这类水体面积相对很小，且存在时间较短，所以无法对区域气候产生影响。同时，姚俊强补充，沙漠湖泊可通过蒸发过程将湖水蒸发变成水汽，增加至大气中，参与水分循环，但这部分水汽含量很少，并不能够直接影响降水过程。在大沙漠和高温环境下，湖泊的降温效应也很有限，而此类沙漠湖泊大多会在季节内通过蒸发、渗漏等形式消失。因此，姚俊强认为，查询相关研究成果后可以发现，除了人为增加的水库水体之外，近年来塔河流域小型湖泊数量并没有增加，所以沙漠中长期出现绿洲的概率并不大。2021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局地出现洪水，年底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大范围降雪。前不久，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湖泊。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与天气有关的新闻，为何牵动着大众神经？对此，姚俊强解释称，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科普力度不够，大众对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事件容易混淆而无法分辨，把小概率的极端事件当成气候事件，所以才会有变江南、暖湿气候等一些不科学的认知。沙漠周边山区近几年暴雨频发，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大气环流调整的结果。另一方面，姚俊强指出，部分自媒体表述不规范，也是导致大家误解的主因。沙漠周边出现暴雨，然后形成洪水或积水，很多媒体会表述为沙漠发生暴雨等，同科学常识相违背。沙与水是一对矛盾体，而塔里木河流域出现这种现象是常态。对于不太了解的受众来说，这样的话题会很快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新疆，尤其是熟悉南疆气候的当地人来说，塔里木河发生洪水，沙漠里出现积水和积雪等都不是什么奇闻，如同沿海地区遇到台风一样。南疆当地所有的天气过程，沙漠里都会出现，比如暴雨、闪电和雷鸣，只是发生频次较少而已。沙漠里不仅仅只有大风和沙尘暴，这些本来就很常见的天气过程，需要社会公众理性客观看待。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这些沙漠发洪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